被誉为中药茅台的百年老字号，终于也逃不过被现实掀翻神坛的命运。10月17日晚，片仔癀发布的3季报像一记重锤，砸碎了无数股民心中中药茅的神话，营收、利润双双暴跌，13万股民彻底慌了。片仔癀的3季报数据触目惊心，前3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4.42 亿元，同比下降 11.93%， 归母净利润 21.29 亿元，同比下降 20.74%。更令人胆寒的是，扣非净利润降幅高达 30.38%，这意味着不是偶然的亏，是真实业务在衰退。要知道，这可是过去10年来除了疫情冲击外，片仔癀第一次出现营收与净利润双降。单看第3季度更惨，营收同比暴跌 26.12%， 净利润同比暴跌 28.83%。这不是短期波动，而是趋势性下滑。更可怕的是现金流，前3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仅 4.87 亿元，同比下滑 62.53%。这说明账面上的利润只是纸上富贵，钱根本没回到公司账上。与此同时，应收账款暴涨至 9.67 亿元，增幅超过 23%， 显示片仔癀可能为了冲销量，给经销商放宽了账期。表面是卖得出去，实际上是卖不回钱。更糟糕的是，存货堆成山，已超过60亿元，药没卖出去，却在仓库里积灰。一边是现金流断崖，一边是库存爆表。这不仅是经营危机，更像是溺水者的最后挣扎。片仔癀的医药制造板块一直是公司的定海神针，但如今这根支柱也开始断裂。2025年前3季度，该板块营收 40.16 亿元，同比下降 12.93%， 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 66.89% 跌至 59.38%。这不是轻微下滑，而是血崩。尤其是核心产品片仔癀定剂，作为国家1级中药保护品种，公司的灵魂产品，前3季度营收仅 38.8 亿元，同比下降 9.41%， 毛利率降至 61.11%， 相比2023年的 78.79%， 直接蒸发了近18个百分点。原因：成本暴涨，价格透支，消费崩塌。天然牛黄、麝香、三七这些原料价格飞涨。中药财天地网数据显示，天然牛黄从2023年初的65万元每公斤飙升到165万元每公斤，涨幅超过 150%。而消费者却在捂紧钱包，高端中药从保健刚需变成了奢侈摆设。过去那种越贵越有人买的时代结束了。如今，一粒官方定价760元的片仔癀，在电商平台上已经打折促销，甚至有经销商以590元甩卖。部分渠道价格甚至跌到350元一粒，曾经被疯抢的国药奇迹，如今乏人问津。这不是产品的问题，而是消费时代变了。曾几何时，片仔癀的辉煌让无数人艳羡。2021年7月，公司股价冲上 491.88 元每股，市值逼近3000亿元，超过同类中药企业数倍。那一年，片仔癀被誉为中药毛，被投资者视作永不跌的金药股。那时候的市场有多疯狂？一粒片仔癀定剂，官方售价590元，但市场上炒到1600元，每克530元，比黄金还贵。买药要排队，要登记，要等配额。有人为了送礼，一次囤10几粒。连人民网都不得不出面评论，药品是用来治病的，不是用来炒作的。但泡沫终究要破。随着消费降级、反腐风暴、渠道整顿，片仔癀的神药光环迅速褪色。消费者发现贵不等于神效，而经销商也发现提价不再意味着卖得掉。到了2024年，公司再次提价，
从590元涨到760元，这是片仔癀上市以来的第20次提价。然而，这一招彻底失灵。过去提价一次，营收能涨 20%， 而2023年只涨了 15.69%， 2024年降至 7.25%， 到了2025年直接负增长。人们的钱包撑不住了，市场的耐心也耗尽了。股价的暴跌是最诚实的评价。截至2025年10月20日收盘，片仔癀股价 187.09 元每股，市值仅剩1129亿元。相比巅峰时期近3000亿的市值，4年间蒸发了近1800亿元。北向资金3季度大幅减持900万股，减持比例 45.43%。漳州国资也小幅减持75万股。而曾多次公开看好的林园投资彻底退出10大股东名单，资金在逃，信心在崩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管理层动荡频繁。2025年初，多名高管辞职。2023年，董事长潘杰、副总经理刘从胜被查。2024年，公司子公司因采购违规被取消军队供应商资质，直接影响17亿元年营收。过去那种品牌护体的安全感已不复存在。如今的片仔癀连脸面都顾不上了。在中国中药界，片仔癀曾被神化，他的故事写满了民族骄傲，从明代宫廷秘方到上市国药巨头，从一粒药救命到黄金难求的神话。但时代的风向变了，消费降级，医保控费，渠道透明化，让中药企业的暴利神话逐渐破灭。当连中药毛都撑不住时，整个行业的危机就不再是个案。片仔癀不是孤立，而是一个警示，一个关于泡沫、贪婪、信仰崩塌的警示。一切繁荣在泡沫破灭的那一刻显得如此脆弱。曾经的片仔癀是中药茅台的代名词，是资本市场的宠儿，是无数散户心中的信仰。多少人曾以为它是国潮崛起的象征，是中医药振兴的代表，是可以永远涨、永远不跌的神话。可如今，13万股民眼睁睁看着这艘巨轮慢慢下沉，市值蒸发近1800亿，他们的信仰成了泡影。2017年到2021年是片仔癀最辉煌的5年。那时，中国经济还在高歌猛进，股民相信中药复兴，相信中医出海，相信国货崛起。片仔癀连续几年营收和净利润双增，毛利率一度高达 79%。公司趁势一再提价。2010年，片仔癀定价230元，2016年涨到380元，2019年调至590元，2023年直接飙到760元。短短10几年，涨幅超过 230%。消费者从抢不到药到舍不得买，而资本市场则用更疯狂的方式表达信仰。股价从2016年的40元飙升到2021年的491元，涨幅超过12倍。可问题是，当药品被炒成奢侈品，当保肝护肝变成身份象征，那还是药吗？人民网曾评论得很尖锐，药品是用来治病的，不是用来炒作的。这句话像是一针穿透泡沫的针，提醒着所有人，片仔癀已经离治病救人的初心太远了。2025年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真实的寒冬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前3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3.8%， 而化妆品类、保健品类支出同比下滑超过 7%。人们开始算账，房贷、车贷、孩子教育费、父母养老，每一笔都压得喘不过气，谁还舍得花700-800元买一粒灵药？于是，药店和电商平台的片仔癀滞销。厦门一家大型药房负责人对媒体表示，现在不仅不排队了，反而堆在柜台卖不动。京东自营数据显示，
片仔癀定剂销量同比下降近35%，中药行业也在整体走弱。国家药监局数据指出，2025年上半年全国中成药生产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7.3%，其中高价药类下滑最为严重。这不是一家企业的衰退，而是一个行业的萎缩。片仔癀背后是漳州市国资委的身影，国资背景曾是他的光环，也是他的枷锁。2023年，公司高层被查采购违规，子公司丧失军队供应商资质，背后暴露的是国企体制内的僵化与效率低下。外界一度认为这是个偶发事件，但2024年、2025年管理层的频繁变动，从总经理、副总裁到财务负责人，都证明这家公司正陷入治理危机。内部人士透露，片仔癀的战略会议多次陷入拉锯战，一派主张加码创新药，另一派坚持守住传统中药，一派想通过并购延展产业链，另一派认为守住祖传秘方才是根基。这种撕裂让企业错失了中医现代化的窗口期。片仔癀的故事其实是中国很多老字号的缩影，他们都有辉煌的过去，都被资本包装成民族骄傲，但在现实经济面前，光环终究抵不过冷冰冰的数据。在经济下行周期里，消费者不再盲信广告，投资者不再迷信品牌。片仔癀的神话破灭，也是在提醒所有人，没有永远上涨的股票，也没有永远神奇的药。根据中药行业协会的预测，到2026年，全国中成药市场规模增速将从2021年的11.3%降至不足3%，企业利润率中位数下降至8%。这意味着未来还会有更多中药毛被打回原形。如今的片仔癀还在挣扎，他投资基金、跨界合作、拓展海外市场，但现实告诉他，当消费者信任动摇，再多的资本运作也救不了一个被信仰掏空的品牌。一位老股民在论坛上写道：“我买片仔癀的股票是因为相信中医能崛起，可我卖出片仔癀是因为发现神话比要贵得多。”那一刻，市场的幻觉破碎了，信仰的光熄灭了。片仔癀跌的不只是股价，更是中国中药行业最后的体面。